算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比谁都认真，努力赶上你的标准。爱你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跟昨天的我竞争，要用笑容取代泪痕。看你难过，我会心疼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让我再把你搂住，别忘了逾越明天的幸福。走过的每个脚步都值得欢欣鼓舞，能为你吃苦不觉得苦。手心有你的温度，冷酷就可以挡住我为你约好明天的幸福。在人海起起伏伏，爱是唯一的地图，要陪你看见每个日出。爸，你甩甩手做运动啊！我不要动了，我也不要走了，我要回去看电视。你以前老是要偷偷跑出来，现在带你出来走走，你又说要回去，真是不了解你。老人家是这样的，好像小孩子一样，没关系，他要回就让他回去。都叫你不要跟着来了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麻烦你去把取消婚礼的事情办好。我等了一辈子，就等这个婚礼了。你要我取消，就像要我死一样。我可以失去全世界，甚至失去我的生命，但是我就是不能失去你。有福讶异地望着 Michael， 他心里想，这个男人怎么那么会说话？他一辈子都不可能像他一样。但是这些话看来好像是有用的，因为他发现嘉玲的脸从拉得很长很长，变得越来越不长了。失败，失败。堂哥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大便。我带你去。不必，让他带。我，好，好，来，岳父，我带你去洗手间。失败，失败。岳父，你慢慢到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你别走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岳父，什么事啊？你那么急干什么？先等我解决。你还想娶我女儿？当然了。你真想娶我女儿？是啊。你是不是发神经病啊？岳父，我不明白。这样也不明白，失败，失败。你做了那么不要脸的事，还想娶我女儿？你不是神经病是什么啊？岳父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可不是老人痴呆啊！岳父，我不是你岳父，你想往自己的脸贴金是不是？我拿大便给你贴。不是，安哥，你听我说，我的确是做错过事，不过我会改的，我一定会改的。我相信。我说不再喝酒，说了30年了，说到现在，还在说会改，可是每次都失败。我真的会改的。我相信你，可是你得带我去喝酒。啊？哎呀，喝完这次我就改喽。可是什么？走吧。可是你还没洗手啊。有福。啊？麦克说的话你相信吗？什么话？就是他说被逼跟那个女人在一起的话。我知道你不相信，对吗？如果是你说的，我就信。我不会这样说的啦。那当然，因为你绝对不会那样做，对不对？我是不会这样做，也不可能这样做，因为要有女人喜欢我才行啊，而且不只是一个女人。怎么？你羡慕他啊？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，花心。如果我是他，有了你，
我已经是很满足了。我是不会再去找其他的女人，打死我都不会。我是很羡慕她，跟你在一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他，我本来很讨厌他的，可是感情的事真的很难解释。你可以从讨厌他变成爱他，从爱他又变成恨他，再从恨他变成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就好像你爱一个人，他不一定爱你，他不爱你，你还是爱他。你越爱他，他越不爱你。到有一天你不再爱他了，他可能会反过来爱你，可是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爱他了，他就会反过来恨你，说你以前对他的爱都是假的，结果你有可能很无辜的变成他这一辈子最恨的人。不会啦，我还是会很爱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说有福，不要这样死性直了。有些人值得你这么爱，有些人根本就不值得，明白吗？有福想了一下，大概明白嘉玲在说什么了。他说他不是个值得有福爱的人，不过有福不这么想，他到现在还是爱嘉玲的。他想，大概很久很久以后，他都还是会爱她。嘉玲不是说不要跟 Michael 结婚了吗？那就表示他也许还有机会跟嘉玲在一起。嘉玲不是也说了吗？到有一天你不再爱他了，他可能会反过来爱你。那就是说，嘉玲还是有可能会爱他的。有福的内心又再一次萌起了希望。这几罐真的是最后了。OK， 最后就最后。Hello？ 什么？你带他去喝酒？他逼我的，他说只喝一罐。好大胆，竟敢欺负我的女儿！我王飞鸿今天饶不了你！嘉玲啊，你快来救我啊！哎呀，到底在哪里？这个老爸以为关他的这些日子他会转性，原来是死性不改。先别急，不会有事的啦。才怪啊！你也知道我爸的，一喝醉就把自己当成是黄飞鸿乱打人，都不知道麦克怎么样了。嘉玲啊！在上面。麦克，你放手，快放手啊！我帮你教训他，教训这个大混蛋！爸，你快哭死他了！快点放手！放手，放手！不能放他危害人间啊！麦克，你没事吧？麦克，你不要吓我啊！你是不是很难呼吸啊，麦克？啊，在哪？不能放他危害人间啊！没事吧？啊！有福看着这一幕，忽然间强烈的意识到，他又会再一次失去嘉玲。嘉玲爸爸的这顿醉拳，真的是打得太不是时候了。失败。果然，2天后，有福接到了嘉玲的电话。Hello， 有福啊！嘉玲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礼拜天的婚礼照旧哦。哦。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有福，你有在听吗？啊，我在。是这样的，我跟麦克都担心我们结婚那天那个女人会上来闹。那天你能不能早点来我家帮帮我啊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谢谢你啦！等婚礼过后，我跟麦克会请你吃饭的。拜拜。拜拜。
去煮咖喱鸡咩？现在的人命很长哈，这么少人死。以前阿爸在的时候啊，晚晚都要开工的。不是死人少，是有些人呐、不叫人去煮咖喱鸡了，叫什么不飞啊？什么不飞？哎呀，不飞啦，自助餐，要吃什么就自己拿。对了，所以现在啊，做咖喱鸡的生意不是越来越少了？哦，我看这行哦是没有什么前途了。我要帮阿好另找出路。对了，就像你老爸，煮了一辈子的咖喱鸡啊，到后来还不是什么都没有留下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儿子啊，头脑又不够精明啊，也不知道他能够做什么。哎妈，我买了一包糙米给你啊，记得要煮来吃啊。哎呀，有白米不吃，吃什么糙米？糙米比白米贵啊，而且啊，糙米的纤维比较高啊，你吃了比较容易大便。一把年纪啦，要多照顾肠胃。好像我的那个家婆啊，她的麻酱友2天前才被诊断出有大肠癌呀，吓到她，现在不敢整天打麻将了。哦，打个麻将也会得癌的吗？打麻将是不会得癌的，是那些年龄50岁、整天坐着不动、肥胖的人才会得结肠直肠癌的，知道吗？哎，对呀，那天啊，我家婆去探病的时候，医生也是这么说的，吓到她连麻将都不敢打，去参加什么气功班呢。哇妈，你还炸这么多鸡翅膀，还吃这么多高脂肪的东西啊，小心得结肠直肠癌啊！你呀，不要动不动就拿衣服来洗啊，我会被你气到，都会得什么肠癌呀！真是结肠直肠癌。一天到晚啊就会拿衣服来洗啊，害得阿浩啊天天帮他洗衣服就够了。哎，你儿子是搞什么鬼啊？刚才我进来是这个样子，现在还是这个样子，我哪里知道？真是没用，宁愿坐在那边发呆呀，不约人家出去。你是说秋荣啊？上个星期啊，拿戏票给他，叫他约人家去看戏，他出去这么一次啊，就什么下文都没有了，连电话都不打给人呐，害我要骗秋荣说他进了兵营受训没有空。哎，你去劝劝他了，他听你的。那你帮我承担啊。知道了就。喂，你干嘛啊？练武功啊？练灵魂出窍大法？喂，你给电话电到是不是？没有。你跟我回来呀！啊？你很过分哦，要不就坐在这边动也不动。我一来你就给我跑掉，我很臭很恐怖咩？什么事了，大姐？跟我坐下。现在马上打电话给秋荣。打给他做什么？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啦！你带他去 shopping 也好啊，去吃饭去海边走也好，你有本事啊，带他去开房哦。哎呦，珍珠啊，你这张嘴啊，好心啦！妈，他如果真的有本事带秋荣去开房啊，你才要谢天谢地。快打！不要了，大姐。秋荣到底哪一点不好哈？人家只是高了一点，瘦了一点，你到底哪一点看不上他？我没有看不上他，那还不打？我就是不想打咯。你有问题呀？你是不是 gay 啊？秋荣这样好的女孩子，你也没有兴趣。我告诉你啊，工厂那些男人个个都在瞄她，你再迟一步啊，连屁都闻不到啊！我才不要闻他的屁。你是不是我跟你翻脸？你知道我翻脸是六亲不认的哈！你有种的话就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啊，我打就打。几号？Hello。福哥，是我。哎，小妹，是不是有阿美的消息啦？真聪明，我有一些叫人惊喜的线索，你现在能不能马上出来？啊，可以，我马上过来。你在哪里？我在碧山。哦，好，拜拜。大哥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秋荣？秋荣？哎，上次大姐请我们吃鸡饭，她也是有来的。哦，那个喜欢看书的女孩啊。对，就是她。她挺好的啊，
他也喜欢看书，我也喜欢看书，他跟我有共同点。那太好了。你听我说，我本来约他去看电影的，可是我现在有事，我不能去了。你去请他看电影，看完电影带他去吃东西，你一定要带他去吃鸭粥，他喜欢吃鸭粥的。我不要去看电影啊，看电影浪费时间的，不要。大哥啊，你整天读书，偶尔去看看电影，轻松一下也好啊。可是看电影对我的研究工作一点帮助都没有啊。可是你整天关在房里啊，那对你的健康也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啊。你说的也是有道理，人不能老是工作，应该放轻松一点，减轻压力，要不然会得心脏病、忧郁症，患癌的几率比较高。对，看电影啊，可以让心情轻松下来。哎，去吧。可是可以不要看电影，我们去图书馆可以吗？大哥啊，我已经跟他说好去看电影了，你去吧，大哥，你已经很久没看电影了。啊，说的也是，还记得上次看电影的时候是爸爸带我们去的。对啊，那就别想这么多了。娜娜，在圣特西宴3点场，你会不会去那个地方啊？会，爸爸带我们去过，当然会去啊。大哥，你很少一个人出门，你要小心点啊。啊。戏院呢？戏院呢？为什么这里没有戏院的？哇，压力很大。哇，压力很大。哇，迟到了。那位扫地的工人说，几天前的一个下午，他在扫地，突然间有一只女人的鞋子从楼上掉了下来，他抬头望，看见12、3楼走廊上有个女人的头。不久，那个女人就下来捡她的鞋子，她瘦瘦小小的，手上还拿着个行李。我看那一定是阿美了。我给她看大嫂照片，她说很像，所以大嫂有可能还在这一带。我的一些同学已经在附近找她了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有消息电话联络。好，瘦瘦黑黑，拿着一个红色的 bag。对不起。哎，你不是珍珠姐的弟弟吗？你不就是那个秋荣吗？那这里不就是戏院吗？对啊。我终于找到了。你为什么满头大汗啊？我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等一等。哇，心跳得很快，需要深呼吸。哇，要过一阵子才恢复正常的。是不是有人在追你？不是。那你需要坐下来休息吗？不必了，人在压力下，心会跳得比较快，血压会升高，这是正常反应的。那，你压力为什么会这样大？因为我赶来找你，我怕我会迟到。惨了，我迟了46分钟啊！你找我干什么？我弟弟叫我告诉你，他有事，他不能来。哦，那没关系。你就是为了通知我，才赶成这个样子啊？守时是很重要的，这是最基本的礼貌。可是我找来找去，都找不到这里。那就算了嘛，何必赶成这个样子呢？不行的，一定要找到的。你已经告诉我了，可以回去了。不行了，我不能回去的。为什么？我弟弟约你来看戏，可是他不能来看戏，所以呢，他叫我陪你来看戏。可是我不喜欢看电影的，很浪费时间的。可是我弟弟告诉我，我们做人要放轻松一下。我想了一想，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。精神绷得太紧，会变神经病的。那怎么样？我们去看戏好吗？算了，不用看了。
为什么呢？不能的，答应过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。好像我答应我弟弟，我要陪你去看戏，一定要看戏。来，我们去看戏。诶，从哪里进去啊？你买票了吗？买票。买票，我有钱。我去买。2张票。我说给我2张票。OK。那你为什么不要给我票？先生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要看哪一部电影。那有什么电影？以前的电影院只是放1部。你很少看电影吗？很少很少，我看有20年了。你有20年没看过电影啊？对呀，以前我是忙着读书，现在是忙着进行癌症研究，有时候还要帮人家看病，所以时间会少了一点。对了，这里有好多部电影，不知道该看哪一部。不然我来选好吗？好啊。你在这里等，我去买票。好啊。这戏不好看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以为你们男生会比较喜欢看动作片的。没有道理的，真的没有道理。他明明是被车撞倒，竟然还可以爬起来跑，太神奇了。没有说服你。这只是做戏嘛。你看，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而不死，这已经是超乎常理的。难道他打不死的吗？成龙的戏就是这样的。成龙，谁是成龙？先生，买花献佛吧，买花献佛啊！小姐，买花献佛吧。先生，买花献，小姐买花献佛吧。谢谢。哎呀，你这个年轻人呐，哎呦，有手有脚的，连老婆的生意都要抢，你有没有良心的？没有啊。谢谢。先生，买花献佛吧啊，买花献佛。他每天下午2点多都会来购买翠花，你明天再来试试看哦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阿婆，阿婆，做梦，你连我都要打啊？阿婆不怕你的。我赚的，能让我买1包饭就够了。谢谢，拿去。生命有时候的确能适应极端严峻的环境，但是不像那个成龙一样，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而不死。看戏吗？何必这样认真呢？我觉得我们做事情要认真，要不然怎么把事情做得最好呢？可是有时也应该放松一下，像你说的，绷得太紧对身体不好，会变神经病。秋荣啊，我问你。你会不会觉得我有一点点神经不正常？不会啊。但是我听人家这样说过我。
是吗？我在读书的时候，很多同学在我背后说，那个神经病来了。他们口中的神经病，就是我。可能是他们嫉妒你吧。但是我邻居的孩子，我每次回家的时候，他们在我背后讲，那个神经病回来了。那也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少跟邻居交往。可能吧。我不可能是神经病的。假如我真的是神经病的话，我不可能当医生的。你要不要吃 curry puff？ 我去买。不用。刚才本来是我请你看戏的，变成你请我看戏。后来本来是我请你吃云吞面，变成你请我喝水。所以现在呢，是应该我请你吃 curry puff。刚才你说人的生命能经得起考验，那我问你，一个人在没有食物可以吃的情况下，生命能维持多久？至少3个星期。不过也要看看环境，如果遇到海难的话呢，那可能会比较快死。不过也有例外。第2次世界大战，有一位华裔水手攀岩，在一艘英国商船上当厨师，那艘船被鱼雷击沉后，只有他大难不死。为了求生，他用了一个平常人不会用的方法来维持生命。哦，那是什么办法？他用牙齿把救生艇上的钉子拔了出来。天啊！然后把钉子弯成鱼钩，就这样用鱼钩来钓鱼来维持生命。真的难以想象哎。对呀，在生死关头，人类会做出一些难以想象的事。就像一位母亲，为了救自己被压在车轮下的孩子，她连整辆车都能抬起来哦。人类的潜能真的是不可思议。所以我说，那个成龙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而不是不可能的。什么事啊？我们走这边。没有回来啊？是不是走丢了？你也是的，明知道他都很久没有一个人出去了嘛。问他会不会去，他说他会。他说他是医生，你相信吗？4块钱？你不是说他是医生吗？他说他是医生啊，你是什么医生啊？我是肿瘤科医生，就是俗称的癌症。现在不是很多人生 cancer 咩？怎么只有4块？这点钱你们全部拿去，不要为难他。好，你想牺牲自己？喂，哎，不要，不要乱动我！你们干什么？啊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啊！秋荣啊，我像不像成龙？像。打我大哥！有福！帮忙！哎呦，打的都变成猪头啦！红英这个书呆子啊，怎么会去惹那些人？珍珠姐，红玉都是为了要保护我，才会被打成这个样子的。保护你？
他连1包米都拿不起啊，怎么保护你啊？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，就是这样不自量力呀！他怎么会跟你在一起的？哦，你叫我约秋荣去看电影，可是我有事，就叫大哥去了。奇怪啊，以前用球的他死都不肯出门啊，现在你怎么会？大姐，都是我不好了，不应该叫大哥自己一个人去。你现在说这些有屁用啊？打他那个人没有被抓到？有抓到一个。那你就把他打成变猪头。没有，我抓住他等警察来。你为什么不打他？他叫我不要打他。你很笨呢，人家叫你不要打你就不要打。你看你大哥了，他们有没有手下留情？如果是我一定把他们打到牙齿掉光光啊！医生怎么说？医生刚给他照了 X 光，说他的骨头跟内脏都没有问题。哎呦，都不知道会不会脑震荡了。他的人都已经这样糊涂了，那个脑再震荡一下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好好的一个人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今晚要开晚班，怎么办？珍珠姐，我留下来陪鸿运，有什么情况我再通知你。不用啦，有阿豪在就行了。你明天还要开工的，先回去吧。没关系，我多留下。阿豪啊，有秋荣在就行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我也要留下来。这样多人留下来干嘛啦？阿妈一听到鸿运有事情啊，吓到半条命啊！你还是回去看着他，不要等一下啊，在医院的没事啊，在家里的有事啊。你先回去吧，我留下来就行了。好了，走了走了。是不是天注定啊？大姐，你跟我说话。难道这就是缘分？大姐，你跟我讲话。是啦，我在跟自己说话。你有问题啊？你才有问题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明天来看鸿运的时候，如果秋荣在，你就不要待太久，跟他说有事情先走了，明白吗？为什么？你很笨嘞，你看不出秋荣很关心你大哥啊？有吗？看不出来。如果他不关心你大哥啊，怎么会主动留下？哦，他刚才说大哥救了他哎。对了对了，这就叫做英雄救美。通常那个美人啊会因为感动而爱上那个英雄的。啊，对，那秋荣是爱上大哥喽？哎呀，做戏是这样做啦，不过现在又不是做戏，你说有可能吗？你大哥这里有问题，我看要也是很难了。哎，不过也不是不可能哎，你看通常做戏都会有意外的结局吗？那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？哎呀，我怎么知道？你继续看下去啦，再看下去，看到大结局，不是什么都懂了喽？看下去，怎么看？大姐怎么看？秋荣，老伯，有什么事吗？医生呢？医生呢？我是医生。你是医生？啊。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吗？我的脚不能动啊。来，我帮你。好一点吗？你在做什么？这位老伯的脚血液不流通，麻痹了，我帮他按摩按摩。谢谢你啊，医生。医生，我的脚不舒服了，你能帮我？好，进来。等一下。鸿运，你现在受了伤，还是不要乱动了。来，我们回病床上去啊。病人比较重要啊。我可以帮他们叫护士的，我们回床上去。我是医生，我不能不理他们的。你现在是病人。我是医生。你不是医生。鸿运，你真的不是医生，你不能乱动这些病人的，要不然他们出了什么事，你就要负起责任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是医生。你不是医生。我不是医生。我不是已经读完医学院了吗？假如我不是医生，
那我是什么？大嫂，大嫂，你还是跟我回去吧。你大哥知道你来找我吗？他不知道，不过不会有问题的啦，他不会反对的。你身体有病，他是应该照顾你的。不了，我不回去了。你们不用替我担心，我会照顾自己。你现在是第2期，只要赶快动手术就会好。对，要争取时间，不能延误了。我知道你们关心我，不过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。死，我并不害怕。你不怕死，可是我们不能眼巴巴看着你死，你明白吗？对，小妹说的对。大嫂，你还是跟我回去吧。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叫我大哥负起责任的。不要再说了，我跟你大哥本来就没有感情可言。说的好听是萍水相逢，说的不好听吧，只不过是一种买卖。何必再回去烦他们？不，我大哥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才会想到要把你送回去的。他这个人其实不是那么无情的，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。我并不怪他，他已经花了很多钱了。如果再要他负起照顾我的责任，老实说，我也觉得对他不公平。这不是什么公不公平的问题，他既然娶了你，照顾你就是他的责任。对啊对啊，小妹说的有道理。大哥，哎，你干嘛？人家叫你来，你还想溜啊？有什么事不是面对面说清楚哦？躲得了现在，躲得了以后吗？哎呀，做事情要干净利落一点，不要婆婆妈妈的留下一条尾巴。你还想要多少钱你才肯罢手啊？是我叫我大哥来的，不关我大嫂的事。哎呦，你还叫他大嫂啊？你不知道你大哥现在已经……对不起，我们现在是要谈我们林家的事。你是外人，能不能请你移一下屁股，坐到那边去？对不起哦，来发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所以除非来发赶我走，我的屁股是不会一寸半寸的。大哥，你叫他走啦。他爱坐哪里就坐哪里了，你叫我来干嘛？我需要你当面和大嫂说，你让他回家。这关你什么事啊？大人的事情你小孩子管来干嘛？回家读你的书，做你的功课啊。好啊，你爱管闲事，你就自己管好了，你干嘛拉着我小妹啊？不关有福哥的事，是我看不顺你的所作所为。小妹，你大哥好不容易才识破了人家阴谋诡计，虽然损失了几千块，不过我跟他说了，就当做丢进海里，破财挡灾算了。你现在竟然要他做那么笨的事，那不是摆明在害他吗？都说不关你的事了，你能不能闭上你的乌鸦嘴？小妹，不要再说了，回去吧。跟我回去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发什么神经啊你？我的事不用你管，跟我回家，走。哥，你怎么这样无情？走了。啊，好了，没事就回去睡觉吧，不要笨笨的中了人家的圈套。有些女人很阴险的，就会扮可怜博你同情。要是你心软的话，她把你吃到连骨头都吞下去啊！这种人我看了很多了，不要上当。有福，你跟小妹说，我不过跟她相处几天，她能这样对我，我很安慰。你劝她要好好读书，不要为了我的事跟她大哥闹得不愉快。我走了。阿美，阿美，你去我家吧，暂时先住下来，再找个医生把病治好。没钱，钱不是问题，钱是问题。我会帮你想办法的。老实说，我曾经想过要自杀，但是那天我忽然想起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不会去跳楼。不管接下来我要承受多大的痛苦，我都不会选择以死来逃避的。
如果说这一世我必须经过疾病的折磨，那就让我承受吧。该来的是避不了的，说不定是我前辈子逃避了，这辈子才要承受的。哎，阿美，我要怎样才能找到你啊？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有福，何必呢？我现在才没有想到要怎么办，但是我会想到的。你告诉我你住在哪里，要不然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鸿运，开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大哥出院了。鸿运，你听见没有啊？我给你1分钟啊，你1分钟不开门了，你就知道后果。妈，大哥怎么了？头脑又不对了，好好的一个人呐，突然间怎么又会变成这样啊？他在医院要帮病人看病，我逼不得已只好跟他说他不是医生。他后来就一直不说话，回来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了。你为什么要跟他说？他当自己是医生，你就让他去当好了。可是他要帮病人看病，要是病人出了什么问题，那……哎呀，秋荣说的对，万一他把人家医死了，我们倾家荡产啊，都赔不起的。鸿运啊，1分钟到了哈，5、4、3、2。你动不动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哈！如果只有一个阿妈在家，不是把这个老人家给吓死了？大姐，大哥啊，为什么你把自己关在房里？我要读书，我要考医学院。考什么考啦？好心你不要再读下去了啦！你就是整天这样读到那个脑都坏了哈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读下去啊，也永远当不了医生的啦！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好心你清醒一下啦，不要整天这样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可以吗？我跟你说过几百几千次了，不读大学不当医生是不会死的。你看看阿豪，你看看秋荣，你看看我啊，我们也没有读过大学，我们也没有当医生，还不是好好的过日子？你不要这样死脑筋的，可以吗？你再这样子下去，迟早会害死自己，还会连累我们全家的。大姐，不要再说了。珍珠姐，你不要再生气了。跟他也没什么好气的啦，我只是唱黑脸做坏人，看看能不能够骂醒他。现在轮到你们做好人了，好好劝他啦。鸿运，你就不要再伤心了。你大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就算你不读大学，不当医生，你还是可以做很多事，帮助很多人的。不可能的，我不可能不是医生。大哥啊，秋荣说的对啊，你现在可以帮我去救一个人。大哥啊，你要帮我说服他，一定要让他知道他还是有救的，叫他赶快去看医生，一定要赶快动手术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，你明白了哈？鸿运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可以的。不行，秋荣，我大哥怎么了？你听。大哥，不行，你怎么了？不行，我不是医生，我帮不了别人的，不行。大哥，你可以的，在这里你懂得最多。我也是听了你的话，才知道阿美是有救的，你是帮得了阿美的。不行了，我已经不是医生了，我帮不了任何人的，你明白吗？鸿运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鸿运，你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大哥，我忘记拿资料出来，我要回家拿资料给阿美看。他啃了。这个城市最熟悉的旋律，你和我都曾渴望被谁鼓励，跌倒
向前的动力。我抬头望着满天星，平凡的心愿闪着渺小的回应。你是否跟我一样，努力把梦擦亮，学习有天像太阳坚强？我们都好像满天星，在黑暗也不畏惧，只因为相信，就算。